美国总统拜登在联大发言时也谈及中美关系，称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也无意打冷战。今天外交部发言人就此回应，希望美方把表态落到实处。您对此如何看？美国总统在联大发言中主动谈到中美关系，他的原话是：“让我直说美中竞争 ，Let me be direct about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拜登就声称，美方无意对华冲突，不寻求冷战。重申美方坚持一中政策，不寻求任何国家在美国或其另外伙伴之间选边站。那么，拜登其另外伙伴，也就是英文 any other partner 的表述，很大程度上就是指中国，肯定不包括俄罗斯。美国的战争逻辑就是非敌即友，没有中间地带。那么要强调的是，拜登不打冷战、无意冲突的表态，并不是在联大会场第一次这么说。去年，他作为美国总统在联大首次发言时，拜登就曾经明确表述，美国无意新冷战，将以所谓无尽外交来替代无尽战争。那么这番话，一方面是说给世界听的，一方面也是在回应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关切。当时古特雷斯曾经有一个传播甚广的特定表述，他用 completely dysfunctional， 也就是完全失调来评估中美关系的现状。古特雷斯类比美苏冷战时代，指出当年有众多机制性的安排，能够确保美俄之间不会爆发全面冲突。言下之意就是在警示重蹈历史覆辙的巨大的风险，警示中美要全力避免新冷战。那么问题来了，对照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的现状，拜登时隔1年再在联大的会场喊话不打冷战，能够让古特雷斯秘书长缓解所谓完全失调的焦虑吗？我看很难，因为美方甚至包括美国总统本人，现在都是在深陷越来越严重的战略信誉危机。今天赵立坚就强调，希望美方把表态落到实处，也是这样一个逻辑。那么，美方这种战略信誉危机给中美关系带来了哪些冲击与挑战呢？在联大舞台向全世界做政策宣示，这可以视作是最高层级，也是分量最重的国家表态。拜登说，美国不寻求任何国家在美国或其另外伙伴之间选边站。今天就在联大会场之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会召集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日本等，开启所谓蓝色太平洋伙伴 PBP 会议。印度呢也会作为观察员参会。美国印太事务专员坎贝尔周一就此会向媒体吹风，声称本次 PBP 的他的矛头呢是指向中国，主题就是要讨论在面对中国竞争下，如何来协调应对和区内的援助？那么这不就是赤裸裸的选边站队的对抗表白吗？今天赵立坚回应说，拜登总统多次做出4不1无1的承诺，希望美方把美国领导人的表态落到实处，正确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在我看来，中方发言人的回应其实是留有余地的，因为呢，恰恰是表态喊话的美国总统本尊。他呢，如今也是在说一套做一套。今天，美国雅虎新闻的标题说，拜登在联大重申一中政策，但是呢，后半句的标题就在强调，拜登刚刚在电视访谈中就所谓协防台湾表态。所以美国媒体看拜登的一中政策承诺，就是把它当作是对 CBS 60分钟电视栏目访谈相关表述的一个修正找补。问题在于，拜登进入白宫以来，以所谓随口表达、下属澄清的话语方式，冲撞中美关系最重要、最敏感的议题，已然模式化、常态化，以致昨天 CNN 网站都特别刊发署名评论 ：Why people keep correcting the president？ 为什么总有人不断在纠错美国总统？在被新加坡防长称作是中美关系红线中红线的台海议题上，美国总统一错再错，不断被纠错。那么这又谈何战略信誉呢？拜登是主张在中美关系中建立所谓防护栏来管控分歧的。那么在期待建立防护栏的台海议题上，中方立场一以贯之，没有丝毫动摇。正在联大展开高密度、高强度议程的大国外长王毅，2天前在纽约见世纪老人前国务卿基辛格时就警告，中美关系当务之急是妥善管控台湾问题，否则呢将会对中美关系产生颠覆性的影响。他特别引用了一句中国老话：“令失千军，不丢寸土。”那么这8个字，无疑是对美方强打台湾牌、妄图以台制华的最有力的
回应。首先来关注乌克兰局势最新进展。在俄乌冲突爆发将满7个月，战事极度焦灼，乌克兰展开反攻的背景下，周三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全国讲话，宣布在俄启动部分动员令。这是俄罗斯在2战后首次进行战争动员。动员令一出，备受各方关注。而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4地已经在为周五开始1连5天的入俄公投做准备。一连串的最新事态令外界高度聚焦这场俄乌冲突是否就此迎来局势的重大升级。来看看报道。周三，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纪念俄国诞生1160周年的活动上发表讲话，称赞正在乌克兰作战的俄罗斯士兵。Сейчас в ходе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наши герои, солдаты и офицеры, добровольцы проявляют именно такие высшие человеческие качества. Бьются отважно, плечом к плечу, как братья, ради спасения людей Донбасса. 当天早些时候，普京正式宣布在俄启动部分动员令，这是俄罗斯在2战后首次进行动员。外界注意到，今年2月24号，普京宣布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展开特别军事行动。3月，普京还曾表示不会再征召预备役。就在俄乌冲突爆发将满7个月的时候，普京才宣布开启部分战争动员。普京的解释是，这是因为西方的目的是削弱、分裂，并最终摧毁我们的国家。他们现在公开说，他们在1991年设法分裂了苏联，现在是时候对俄罗斯做同样的事情了。俄罗斯必须被划分为许多相互之间会发生致命冲突的地区。观察指，在普京看来，俄罗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现在不仅仅在与乌克兰，而且是在与整个西方的军事机器作战。当前，俄军前线作战确实不利。西方还在步步紧逼，俄罗斯一旦垮掉，后果极其严重。普京最痛恨的就是当年苏联的解体，现在普京必须咬紧牙关，背水一战。还有分析认为，俄罗斯2战后首次启动动员令，传递出的重要信息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略价值极其看重，俄仍有足够决心实现其在乌克兰的目标和意图，而俄罗斯已经在做克服更大困难的准备，和乌军及其背后的北约进行斗争。按照俄国防部长绍伊古的说法，符合条件的俄罗斯预备役共有2500万，此次部分动员将征召30万名。目前不涉及大学生，义务兵不会被派遣至前线，征召的预备役在部署到前线前必须接受额外的军事训练。Кто проходил службу в ряда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имеет 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военно-учетные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и 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й опыт.Призванные на военную службу перед отправкой в части в обязательном порядке будут проходить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ую военную подготовку с учетом опыта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动员令发出后，俄罗斯议会上院联邦委员会和下院国家杜马各自召开会议支持动员。觉得这次动员令可能主要的原因还是和战场形势有关。那么，俄罗斯目前在俄乌战场上，已经比较被动。主要的原因可能是2个，一个是兵源不足，一个是后勤的补给问题。在9月初的这个战斗中，俄军已经损失了大量的兵源，那么俄军需要补充，这是最主要的原因。英国外交学人杂志发文表示，对于俄罗斯而言，把国内千家万户拖入战争有很大政治风险。对俄方而言，最理想的局面是国外军事冲突照打，国内民众生活照旧。目前的部分动员和真正的战争总动员相去甚远，更多属于解决短期军事危机的权宜之计，属于通过法律手段释放兵源，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效果。部分的军事动员实际上也是在为下一步的冲突做准备。发布部分动员后，普京接下来在战事上如何具体部署，外界也在关注。普京强调，解放整个顿巴斯的主要目标保持不变，但决定开始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是必要的，也是唯一的选择。外界普遍认为，普京启动部分动员令，标志着俄乌冲突进入新阶段。有军事观察指，俄乌冲突初期，俄方设定了对乌克兰去纳粹化、去军事化、中立化的3化目标。在短期内难以实现的情况下，俄方最有可能的计划将是控制乌克兰东部及东南部的大部分工业基地、出海口等，以此来形成乌境内亲俄力量对抗乌西部反俄力量的均衡。这意味着一场升级版的军事行动或将于今年冬天到来。
俄罗斯这30万人经过动员、经过训练以后，直接送往前线，主要还是巩固目前的战线，就是巩固俄罗斯军队目前占领的4个州：卢甘斯克、顿涅茨克、那么扎波罗热和赫尔松，主要是稳定这条战线。在这4个州战线稳定的基础上，那么下一步也有可能发动反攻。那么哈尔科夫和奥德萨，一直是俄罗斯政府的一个潜在的目标。值得关注的是，就在普京宣布部分动员令的前一天，周二，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以及乌克兰南部赫尔松、扎波罗热4地宣布，将于本周5到下周2就加入俄罗斯联邦举行全民公投。顿涅茨克领导人普希林还请求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在公投出结果后尽快审议其加入俄联邦的问题。对此，普京在周3的视频讲话中表示，俄方将支持4地居民在全民公投中做出的决定。塔斯社说，包括外国媒体在内的媒体代表将被邀请参加公投。周一，总部位于莫斯科的国家民意调查和营销研究所对4000名受访者进行电话调查。根据此次民调结果，卢甘斯克入俄得到83%居民的支持，顿涅茨克地区的支持率为80%，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分别有72%和65%的支持率。如果这4个州成为俄罗斯的法律上的一部分的话，俄罗斯就可以轻易的派出更多的部队，比如说义务兵。义务兵现在俄罗斯法律规定是不能出国作战的。那么如果这4个州在法律上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那么俄罗斯就可以派出义务兵。那么在外交谈判上，它也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实际上，在北约东扩的威胁下，今年2月21号，在俄乌冲突爆发3天前，普京签署承认乌东两地的总统令，并签署俄罗斯与其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一时激起千层浪。乌克兰谴责俄方决定是对乌克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美欧随即宣布对俄制裁。7个月后，4地即将进行的入俄公投进一步加大了外界对俄乌冲突重大升级的担忧。按照路透社的说法，举行公投的4地总面积约占乌克兰领土的15%，与匈牙利的国土面积相当。目前，顿涅茨克地区大约60%的领土被俄军所控，几乎所有卢甘斯克地区7月起也被俄军所控。但在乌军发动反攻后，目前俄军处于不利地位。在赫尔松州，乌军也已实施反攻，该州首府目前仍被俄军完全占领。南部的扎波罗热州则大部分地区都为俄军所控，但俄军未能攻下该州首府。舆论认为，如果俄罗斯宣布这些地区为俄罗斯领土，将改变战事进程。所有关于公投的讨论都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和西方发出的绝对明确的最后通牒。双方的战线还处于交错之中，那么俄罗斯也没有占领这4个州，从实际情况看，就是举行公投的条件还不具备。那么乌克兰和西方国家，包括联合国的大多数国家，可能也不会承认，即使这个公投举行，也不会承认公投的合法性、合理性，也不会承认这个公投的结果。近期，乌克兰在哈尔科夫和顿涅茨克等地实施大规模反攻，乌方声称本月已收复大约8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俄媒周二援引知情人士称，乌克兰当局决定将乌军预备队调至军事行动线上，以开展决定性攻势。消息称，这指的是包括来自基辅的所有预备队，包括国土防御部队。乌总统泽连斯基则明确表示，现在需要的主要是为乌军情报部门、特种作战部队提供更多支持。另外，周3在美国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还播放了泽连斯基的视频讲话。泽连斯基排除了与俄罗斯进行和平谈判的可能性。俄总统普京宣布进行部分军事动员后，引发国际震动。美国总统拜登指责俄罗斯违反联合国宪章，欧盟方面则宣布会于下周3推出新一轮对俄制裁。多个北约成员国表示，西方的支持正在发挥作用，而他们将继续坚定支持乌克兰。当地时间周3，就在普京宣布进行部分军事动员后几个小时，美国总统拜登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对俄罗斯及普京本人进行了严厉谴责。Russia has shamelessly violated the core tenet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Just today, President Putin has made overt nuclear threats against Europe and a reckless disregard for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non-proliferation regime.
Now, Russia's calling up more soldiers. 外界注意到，尽管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正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但并未出席拜登的演讲，只是派出一名俄罗斯驻联合国副大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2号在一档节目中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在联合国大会上从虚假援引俄罗斯总统普京有关核威慑的言论开始他自己的发言，这么做完全不体面。美国总统加剧了目前被美国媒体炒作的东西，这绝对是强加给公众与舆论的联合宣传，与实际所说的内容相反。事实上，这并非拜登首次警告俄方不要不负责任地威胁动用核武器。日前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栏目专访时，主持人询问拜登如何回应俄罗斯可能使用化学武器或战术核武器。拜登面对镜头连说了3声不要。Don't. 而对于一旦俄军使用战术核武器，美国将作何反应，拜登并未详细说明。You think I would tell you if I knew exactly what it would be? Of course I'm not going to tell you. It'll be consequential. They'll become more of a pariah in the world than they ever have been, and depending on the extent of what they do will determine what response would occur. 在此之前，俄方已多次亮明4个使用核武器的条件，其中一个就包括俄罗斯领土遭受打击，俄罗斯生存受到严重威胁时。半岛电视台9月20号报道指出，俄罗斯没有完全控制准备进行公投的4个地区中的任何一个。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上述4个地区最终通过了入俄公投并获得俄罗斯的承认，那么将出现俄罗斯与北约在俄乌战场进行直接军事对抗的风险。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周3警告，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发表的俄在面临核攻击威胁时会使用一切手段保卫本国的言论并非虚张声势。当地时间9月22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俄罗斯已经宣布对于新加入俄罗斯的领土，包括战略核武器和新型武器在内的任何俄罗斯武器都可以用于防御。据外媒统计，俄罗斯的战术核弹种类繁多，具体数量难以统计，但目前保守估计不会低于2000枚。从空天军到陆军、海军，俄罗斯军队列装的战术导弹几乎都可以搭载核弹头，从而升级为战术核武器。例如，俄海军装备的玄武岩 P500 重型反舰导弹，以及最新列装的锆石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它们都可以搭载战术核弹头。陆军方面，如最先进的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系统，400公斤战斗部不仅可装载高爆弹头，而且也可搭载战术核弹。俄海军方面最著名的战术核武器非波塞冬核鱼雷莫属。今年7月，俄罗斯塔斯社报道，用于搭载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的别尔哥罗德号核潜艇正式入列俄罗斯海军。为了搭载最新的波塞冬核鱼雷，俄罗斯特意对别尔哥罗德号核潜艇进行了深度改装，长度延伸到184米，排水量高达3万吨。作为对比，俄军新锐的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长度170米，最大排水量不超过2.4万吨。有分析指出，若西方步步紧逼，迫使俄方动用到战术核武器，意味着俄乌冲突全面升级，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后果不堪设想。态势如果继续的升级恶化，从理论上来讲，俄罗斯发动这种核打击是存在一定概率的。最受影响的其实是整个欧洲的地缘格局，大国对抗的风险也是逐步的在增加，大国之间的这种军备竞赛的风险也不断的陡增，那给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会带来极为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除了严厉谴责，拜登还在讲话时承诺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已向乌克兰输送了大量各类武器，但并不包括先进的重型装甲和战斗机。不过，这种限制正在逐步被取消。据悉，美国政府正考虑向乌克兰提供 F-16战斗机和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但由于存在后勤和训练问题，这一计划可能需要2到3年的时间才能实现。另外，美国防部近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显示，美方将向乌克兰提供弹簧刀600型无人驾驶飞行器。据悉，这份采购合同签署于9月15号，总额为220万美元。
此前，美国防部已经签订了向乌克兰提供弹簧刀300型无人驾驶飞行器的合同。弹簧刀由美国航空环境公司研制，在空中发现目标后能够发动自杀式攻击。弹簧刀300型重量仅为2.5公斤，可放在背包内，其在空中巡航时长达15分钟，而更大的600型巡航时间达40分钟。配备的弹头可攻击装甲车辆。美国之前是在外部对俄罗斯进行攻势，包括对乌克兰的军援，包括全面制裁、外交战、信息战、舆论战等等方面。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可能会从内部进行这个对俄罗斯下手，利用俄罗斯的反对党在俄内部社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动乱。对于俄方征兵30万，欧洲方面的反应更为强烈。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三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并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就乌克兰核电站的情况进行了会谈。马克龙称，俄方此举是进一步孤立自己的错误行为，他呼吁国际社会对普京施加最大压力，而德国总理舒尔茨则认为这是普京的绝望之举。欧盟正在酝酿新一轮对俄制裁，考虑就涉俄举措表决时取消成员国的1票否决权，以及将更多俄罗斯官员列入制裁名单，扩大对俄经济直接打击范围。预期下周3将公布制裁方案。自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及美国对俄已采取多轮制裁。最严厉的制裁可能会对俄罗斯实行这种2级制裁，也就是说禁止外国公民与俄罗斯进行商业往来。这样的一个制裁的方式并不是没有先例，美国对于伊朗的石油出口就是采用这种方法。普京电视讲话严厉指责西方对俄核敲诈，而美国总统拜登则在联大讲话中猛批普京核威慑言论莽撞不负责任。那么在您看来，核武选项真的摆上桌面了吗？好的，那么普京的全俄部分动员的讲话呢，至少是释放了这样几重信息：第一，俄方将会把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坚持到底。那么30万再征兵等于是变相承认俄军前番呢在乌克兰的这个军事行动受阻承压。那么这也意味着俄方将会把投入到乌克兰的作战军力翻番。那么特别军事行动呢，未来不排除升级为全面战争的可能性。第二，严厉警告西方，俄将会用包括大杀伤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与人民安全。第三，支持俄控的乌克兰4地举行所谓入俄公投，相关投票本周末起呢就会陆续揭幕。所以现在看来，俄乌冲突双方都有升级冲突、扩大战事的动力。那么就乌克兰而言，在南部以及东部，尤其是哈尔科夫州发动强力反攻，很大程度上是出于阻挠公投逆转态势的紧迫感，在于争取国际支持的紧迫感。但是呢，吊诡的是，乌克兰反攻得手，反倒加速了俄罗斯打破现状的态势推进。那么俄方如今强起公投，势必呢又会成为乌军扩大反攻的推进器。那么乌方底线当然是干扰乃至挫败公投，至少呢要争取完全控制这4个州的行政边界。那么同样吊诡的是，美俄也都在拿核威慑在说事儿。普京指责西方搞核敲诈，而拜登呢则反指俄方搞核威胁。按照 CNN 今天的评论标题的说法，普京的核威胁令到全世界直面紧急选项，所谓 an urgent choice， 大有核对抗一触即发之势。但是呢，我个人认为这是媒体不负责任的炒作。那么无论美国亦或是俄罗斯这2个拥有全球最大核武库的大国，对此都很清楚，也不可能不明白，核对抗走不出赢家，核大国互不开战，这呢是公认的国际关系潜规则。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报道，美军周2再次从叙利亚东北部盗采石油，本轮偷油已经持续了3天。叙利亚政府和民众此前已多次谴责美国偷油行径无耻至极。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3表示，美军在叙利亚偷油的强盗行径愈发猖狂，严重加剧了叙利亚的人道主义灾难。我们敦促美方尊重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回应叙利亚人民的呼声，立即解除对叙利亚的单边制裁，立即停止掠夺叙利亚国家资源。
据叙利亚媒体报道称，美军周二出动了60辆油罐车在叙利亚北部偷油，随后通过非法过境点把石油转运至伊拉克境内的美军基地。此前2天，美军均在这一地区非法盗取叙利亚石油。美军近期在叙利亚盗油愈发频繁。今年8月，美国在叙利亚非法驻军使用超过700辆次油罐车，满载从叙利亚东北部盗取的石油越境运往伊拉克境内的美军基地。9月1号，美国在叙利亚非法驻军使用73辆油罐车倒油。叙利亚石油部表示，2022年上半年，美军日均窃取6.6万桶石油，占叙利亚日产量的83%以上。而叙利亚国内炼油厂每天获得不到1.42万桶石油。叙利亚外交部透露，自2011年美国发起的战争开始以来，石油部门已经遭受了至少1071亿美元的损失。与此同时，等待加油的叙利亚民众却在加油站排起长龙，等待时间长达数小时之久。القوات الاحتلال الامريكي عندنا اليوم باراضينا باراضي الجمهوريه العربيه السوريه له جدا اسباب دمرت الاقتصاد ودمرت البنيه التحتيه عندنا ضخ الاموال نهب النفط حرقوا المواسم يعني تضررنا على كافه النواحي مو من ناحيه واحده تغيرت وجودهم غير كل حياتنا للأسوأ طبعا وإن شاء الله نخلص منه. احنا مطلبنا كسوريين وأنا كفرد من أفراد الجمهورية العربية السورية نطلب من الأمريكان مغادرة الأراضي السورية مشان نعيش بخير وسلام. تشيل إيدها الأمريكان وأعوانهم يشيلون دم عن سوريا احنا نضمن الاقتصاد السوري يعود إلى أفضل من مكان. 美国为什么要偷叙利亚的油？很明显，就是不希望美国现在不予承认的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总统领导的政权强大，他宁愿让叙利亚的油田的每天的产油枯竭，就是说产到最后一滴油没有，他也不会留给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政府一滴油，也不希望叙利亚人民从战争的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所以这方面可以说明他们所谓的人道主义实际上是非常伪善的，他们也不想给叙利亚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而叙利亚人民合法的通过他们石油的出口收入的权益也被美国非法剥夺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军在叙利亚偷油的强盗行径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而且愈发猖狂。叙利亚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平民数量已经超过1400万人，美军的所作所为极大加剧了叙境内人道主义灾难。如同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国一样，叙利亚也是美国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的牺牲品。在美国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下，叙利亚人民的人权和生命正遭到剥夺，而不是得到维护。有媒体通过高清卫星图像追踪到了2022年2月美军在叙利亚的偷油路线。透过图像可以看到，在叙利亚东北部城市代尔祖尔，有大量泄露在地表的石油，以及开采设施旁明显无序的划痕。移动焦点，继续往东北部的边境走，可以看到非法过境点瓦里德，这是叙利亚与伊拉克相连的地区，也是美军偷运石油最常经过的非官方口岸之一。在瓦里德附近能发现多个类似卡车的物体，再从定位在附近餐馆公开上传的照片中可以清晰看到油罐车的近照，和媒体爆料美军在叙利亚偷油视频里的油罐车极为相似。这个口岸实际上由美军控制，这些从叙利亚边境出去的油罐车无疑装的就是美军偷运的石油。叙利亚驻华大使哈桑内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8年前，也就是2014年，美军打着所谓的打击 ISIS 恐怖组织的旗号，派兵进入叙利亚，但实际上，美国的目的却并不是反恐，而是扶持叙利亚反对派武装，试图推翻阿萨德政府，让叙利亚成为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傀儡代理人。只是随着俄罗斯的突然介入，美军的计划被陡然打断，最终一步步收缩到了叙东北部，妄图占据该地做最后的挣扎。而美军占据叙东北部的原因有2个，一是就近保护和支援库尔德武装以及残存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与恐怖武装；二是叙利亚油田主要集中在东北部，美军占据此地方便开采盗窃石油。
叙利亚国家通讯社的报道还指出，美国在叙利亚有约900名驻军，主要驻扎在坦夫基地和该国东部油田之间，声称是为了保护叙利亚的大量资源不落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之手。哈桑内表示，这些在叙利亚境内的非法武装力量是在为其偷油行动提供保护。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曾毫不掩饰地称，美国每天都在窃取叙利亚的资源，我们留下军队只是为了石油。继去年德国舰艇时隔近20年再次停靠日本港口之后，日媒又爆出下周3日本空自将首次与德国空军在日本国内实施战机联训，这也是2战后德国空军首次出动前往远东。此外，德日两国领导人周二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一唱一和，谋求入常。分析称，近年来德日这2个2战时期的盟友越走越近，这个现象值得国际社会警惕。日本航空自卫队周二发布的消息称，下周3将与德国空军实施战机联合训练。德国3架台风战斗机空自茨城县百里基地的3架 F2参加，将进行编队飞行训练。这将是日本航空自卫队和德国空军首次在日本国内进行共同训练。日本防卫相滨田敬一在记者会上强调，这象征着日德防卫合作的深化，为强化自由开放的印太，今后也将与德国这一共享基本价值观的伙伴继续合作。2战中，德日是轴心国盟友，但两国相隔遥远，双方的空军交流仅限于日本参战前派遣观察员观摩德英不列颠空战，以及德国通过潜艇向日本提供梅塞施密特 M1163 火箭动力战斗机技术等极为有限的内容。2战后，两国同为战败国，重建的空中力量以战术性、防御性为主，鲜少出国执行任务，因此也难有碰面机会。此次到访日本的德国空军是8月在澳大利亚北部漆黑行动参加联合军演的德国快速太平洋2022军事行动分遣队。外媒称，这是2战后德国空军首次出动前往远东，也是德国军方2战后和平时期最大海外军事部署之一，凸显德国正在更加关注印太地区。事实上，德国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活动在2021年就成为话题。2021年11月15号，德国海军护卫舰巴伐利亚号停靠在日本东京港口，这是德国舰艇时隔近20年再次停靠日本港口。德国在亚太地区进行这个和日本空自的这个军事演练，应该是这么多年来德国一个逐步渐进的想在亚太发出更多的声音，展现更多存在的这么一个既定的一个政策。除了传统的说欧洲的核心以外，它追求更大的一个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近年来，德日这2个2战时期的盟友越走越近。2017年，日本与德国签署防卫装备品与技术转移协定。2021年3月，两国又签署了情报保护协定。根据该协定，两国之间可共享军事和网络安全等方面的机密，并加强武器装备采购等防务合作。2021年4月，两国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通过线上形式举行了首次日德2+2会谈，德国成为英法之外第3个与日本建立该会谈机制的欧洲国家。今年4月，德国总理舒尔茨抵达东京，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了会谈。舒尔茨此行也打破了默克尔执政时期每次亚洲行首站都是中国的惯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舒尔茨指出，要通过对日本的访问，突出德日关系的巨大重要性。德国将继续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参与。今年7月，德国外长贝尔伯克突访日本，恰好赶在舒尔茨在马德里峰会上宣布德国扩军后不久。贝尔伯克在和日本外相林芳正的交谈中，将矛头直接指向中国，渲染中方未来将成为日本所谓最大威胁，并谋求日本能和德国实现并肩作战，共同维护双方共同价值观。有意思的是，贝尔伯克还在行程中访问了被美国原子弹轰炸过的长崎纪念遗址，让外界很容易联想到2战双方并肩作战的历史。除了在防务等领域加强合作外，德日近年来还多次联合重提入常。周二，日
日本首相安田文雄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时称，对联合国安理会因俄罗斯的否决权而未能阻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表示失望，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对联合国进行改革。安田文雄结束发言后，德国总理舒尔茨称，德国已经准备好成为常任理事国，我请求你们支持我们的候选资格。分析称，舒尔茨口中的这个我们包含了日本。德日在这个军事力量上的最近的这种扩张的迹象呢，应该来说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相似的这个背景导致的。德国和日本其实就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强调自己的这个实际步伐，一个是说两国加大并且强调自己对于联合国的这种贡献。作为二战战败国的德日此次高调提议联合国改革，自然离不开美国的支持。周三，美国总统拜登在第77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再提所谓联合国改革议题，提议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的数量。此前，拜登访日期间还曾表态支持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外交事务杂志刊文指出，俄乌冲突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德国和日本对美国的依赖。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德国总理舒尔茨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时称，德国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请求支持德国的候选资格。您对此如何解读？我认为德国总理舒尔茨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明确提出入常诉求，是因为他看到了当前的全球秩序即将迎来新一轮的大地震、大变革与大重组。而这场大地震、大变革与大重组是由半年前发生的俄乌冲突而引发的，而且它将会是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惨烈的。因为不久前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的特别军事行动，其目的不仅仅是针对乌克兰，更为关键的是针对美国与北约，想要挑战美国与北约的霸权。而美国与北约只要利用这次俄乌冲突，在政治经济上搞垮俄罗斯，把俄罗斯挤出安理会、20国集团以及人权理事会在内的主要国际组织，以实现由美国所领导的单极化国际秩序。而全球秩序即将迎来新一轮的大地震、大变革与大重组。联合国体系安理会的改革，尤其是西方国家想把俄罗斯挤出局的这样一种情况，这让不少国家，尤其是包括德国与日本在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与二战后的非既得利益国家，看到了东山再起与取俄罗斯而代之的这么一种希望。所以我们看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主导下，正在召开的这次联合国大会已经开成了一个反俄与批俄的大会。而西方国家反俄与批俄的核心，这放在了俄罗斯所谓违反联合国宪章上，并且最后都落脚到了必须要对联合国，尤其是安理会进行改革与重组上。或者说的更露骨一点，就是放在了要将俄罗斯挤出联合国安理会上面。这就叫醉翁之意不在酒，因为只有把俄罗斯挤出局了，二战后的世界秩序才会真正崩解，德国与日本才会迎来真正的机会。那您觉得，在俄乌冲突的大背景下，德国是否最终能够如愿以偿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呢？我认为俄乌冲突的发生，的确是让较朗了多少年的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改革，真正提上了议事日程，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迫切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德国最终就一定能够心想事成，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俄罗斯挤出安理会的战略企图，最终能否实现，最终还是要取决于这么两样东西。一是取决于这场俄乌冲突的最终结果。假如由西方国家支持的乌克兰并不能在战场上打败俄罗斯，那西方国家的这个企图将会变成竹篮打水一场空。二是要取决于俄罗斯国内的政治与经济能否扛得住西方国家的封锁、制裁，甚至是策反。除此之外，现有的国际规则与国际秩序近年来虽然遭到了强烈的撼动，但是它仍然会成为制约德国入常的有力障碍。其中的第一大障碍就是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大家知道，联合国不仅是二战后成立的，而且是二战后世界秩序的
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只有中美俄英法才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其余国家要想入常，首先必须要修改联合国宪章，而修改宪章的门槛是非常高的。其次，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想入常的国家除了要取得2/3以上会员支持之外，还得5大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才行。也就是说，中美俄英法任何一个国家都拥有1票否决权。这些都注定了西方世界要在现行规则与现行体系内开除俄罗斯并非易事，要让德国取而代之则更非易事。而在我看来，即使是这些条件最终都具备了，德国要想入常还将面临着激烈的竞争与挑战。因为想要入常的国家并非只有德国一个，包括日本、印度、巴西在内都有着强烈的入常意愿。而且这4个国家各自都有一套入常的理由，比如德国与日本都是当今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经济大国，印度则是正在崛起的新兴经济大国，与未来的全球第1人口大国，巴西则是南美洲的最大国家，人口规模与国土面积都位居世界第5。再加上在欧洲已经有英法2个常任理事国的情况下，德国再占据一个入常名额，并不符合地区均衡原则，势必会遭到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反对。第2届中东安全论坛周3在京举行，论坛以推动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实现地区共同安全为主题。王毅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以视频方式出席开幕式。来看看深圳卫视驻京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那我身后呢，正在举行今年中东安全论坛的2场分论坛，各方正在讨论如何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那我注意到中方所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频频被提及。会上来自中东地区国家的嘉宾也对中国方案以及中国智慧予以高度的评价。王毅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安全倡议，明确回答了各国怎样实现共同安全的时代课题，对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中方愿以落实全球安全为契机，与中东各国以及国际社会共同推动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王毅就提出了4点建议，分别是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明确中东国家主导地位，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及加强区域安全对话。王毅指出，过去1年多来，中方先后提出关于实现中东安全稳定的5点倡议，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4点主张，落实巴勒斯坦问题2国方案的3点思路。同时，中国同中东各国携手抗击疫情，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加强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合作，为促进中东发展提供积极助力。中方愿继续同中东国家和国际社会一道，为实现中东长治久安不懈努力。2021年，中阿贸易额近3300亿美元，同比增长37%。中国继续稳居阿拉伯国家第1大贸易伙伴国地位。截至目前，已有20个中东国家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双方在传统经贸、能源等领域深入开展合作，在数字经济、5G 网络、航空航天等领域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徐步向深圳卫视表示，中东安全事关中东，也关乎世界。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中东出现了被边缘化的迹象。在当前时间点召开中东安全论坛，旨在让更多目光汇聚中东地区，为该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提供更多新思路。我们举办中东安全论坛就是希望促进推动来构建这样一个中东安全的这么一个架构，希望能够使得有关的国家能够到一起来进行友好的协商，在相互尊重、公平正义这样一些原则的基础上来构建真正有利于建设中东长治久安的这样一个安全架构。